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周小军。除纵弯指数作用之外，还有其他几种褶皱作用。下面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其他类型的褶皱作用。第一种类型，横弯指数作用，岩层受到与层面垂直的外力作用而发生的褶皱，称为横弯指数作用。地壳的差异升降运动、岩浆的顶托作用、岩眼的底劈作用以及同乘积褶皱作用而形成的褶皱，都属于横弯指数作用。横弯指数作用也有弯滑作用和弯流作用两种方式，其特点如下：第一，横弯指数作用的岩层整体处于拉伸状态，各个岩层没有中和面。第二，横弯指数作用往往形成顶薄褶皱，在岩浆侵入或高韧性岩体上顶时，顶部往往因拉伸变薄而形成顶薄褶皱。三，横弯指数作用引起的弯流作用是使岩层物质从转折端向异部流动。韧性岩层在异部由于重力作用和层间差异流动也会形成从属小褶皱，但是在背型的左翼会形成 S 型，右翼会形成 Z 字形的从属褶皱。第二种类型，剪切褶皱作用。这种褶皱作用是岩层沿一系列与层面不平行的立体剪切面发生差异滑动而形成的褶皱。原始层面对这种褶皱不起任何控制作用，只是作为反映滑动结果的标志。这种褶皱作用是一种被动褶皱作用。剪切褶皱作用的特征如下：一，在横抛面上平行轴面方向所测得的褶皱不同部位的层的厚度并不相等，所以其为典型的相似褶皱。剪切褶皱作用所形成的褶皱并非沿层面真正发生了弯曲变形，而是层面沿密集的平行剪切面发生差异滑动而呈现出弯曲的外貌。三，大多数剪切褶皱是在强烈变形的条件下，在先期褶皱的基础上再次发生褶皱变形。第三种类型，柔流褶皱作用，是指高韧性的岩层，如岩岩、煤层等，或岩石处于高温高压环境下变成高韧性的流体，在受到外力的作用后，发生类似于棉的流体那样流动的变形，从而形成复杂多变的褶皱。第四种类型，吸折的形成机制。吸折是一种兼具弯滑褶皱作用和剪切褶皱作用两种特征的特殊褶皱作用。它主要发生在岩性较为均匀的脆性岩层或面变化岩石。其形成方式为：岩层在一定围野的限制下，受到与层理平行或稍微斜掉的压应力作用，使岩层发生层间滑动，但又受到某些限制，常常使滑动面发生急剧弯折，即围绕一个相当于轴面的吸折面转折而成尖棱褶皱。这种褶皱既有平行褶皱的特征，也有相似褶皱的特征。第五种类型，压扁作用。岩层在发生褶皱过程中，会引起平行于主压应力方向的压缩和垂直于主压应力方向的伸长，属于压扁作用。压扁作用的特征：一，褶皱变形过程中，随着纵弯褶皱作用不断的增强，压扁作用也相应增强。褶皱层内各点应变椭球体的长轴逐渐旋转到与轴面平行的方向上。压扁作用越强烈，应变椭球体越扁，褶皱越紧密。第二，在褶皱形成过程中，因压扁作用而使褶皱岩层的厚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异部岩层变薄，转折端岩层变厚，从而使整个褶皱由平行褶皱向相似褶皱发展。三，压扁作用可使岩石中饵粒、砾石以及具有对称要素的化石发生变形。根据它们变形前后的形态对比，可以推断压扁作用的程度。第四，在压扁作用下，由于褶皱异部的脆性薄岩层往往垂直压缩方向而形成石香肠、多刀透镜体。如果褶皱岩层经受强压扁作用，则会发生轴面劈离。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其他几种类型的褶皱形成机制，包括横弯褶皱作用、剪切褶皱作用、柔流褶皱作用以及褶皱变形过程中的压扁作用。谢谢大家。